这是邦尼邦尼频道上的第一支以 Android 姿态回归的 Nokia 评测影片。在这期的节目，我们不只要带大家来看由 HMD 所推出的 Nokia 8.1这支相对更完整的手机，也要带大家回顾 Nokia 现今在整个手机市场中扮演什么样的地位。在节目的一开始，我们就直接说 Nokia 回来了。Nokia 真的以完全不同的品牌定位回来了。作为邦尼邦尼频道第一支 Nokia 评测影片，还是依照惯例带大家看一下盒装配件。Nokia 8.1在整体包装设计上也维持了 Nokia 的风格，打开后就稍微中规中矩一些。除了手机本体，也随附了 3.5mm 接孔的耳机，质感还算不错。一条 Type-C 传输线材，以及相当有诚意的给了一颗18瓦的快速充电器，在配件上还是相对完整。接着我们拿起机台进行开机，首先画面会出现 Android One 的开机动画、Nokia 的 logo 以及对的，就是这个经典的 Nokia 铃声。而在外观设计上采用全玻璃背板，设计 ID 上则是采用一直线的摆放，不论是直的拿或是横的拿都可以。在机身上也直接印上了 Nokia 一直主打的 Google 原生 Android One 作业系统，在 ID 上还是属于简洁利落，而在侧边部分就阳刚一些。在金属中框切边上将圆弧的部分削平后，采用一整圈双色的阳极氧化处理，在视觉上也让整体机身更薄一些。不过即使如此，在整体的机身过渡上还是相当圆润顺手。看到机身配置，按钮集中在右侧，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调整键以及电源按键，在力道上还是比较容易按压，回馈上也相当明确。左侧部分则是拥有 Micro SD 或双 4G 的3选2卡槽，顶部部分保留了 3.5mm 耳机接孔以及麦克风，底部则是拥有麦克风、Type-C 接孔以及单扬声器。在整体的外观设计上虽然中规中矩，但在 ID 跟按钮手感上还是看得出许多巧思。在硬体配置部分 ，Nokia 8.1还是相当超值，搭载各项评价都还算不错的 Qualcomm Snapdragon 710，除了跟同个价位带的 Snapdragon 6系列相比，性能强劲一些外，在新技术的扩展上也更弹性一点，并且配置了 LPDDR4X 的4GB RAM 以及64GB eMMC 的储存空间，在实际量化的系统跑分上，安兔兔达到了168227分。其他简易的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。当然，更完整的测试数据一样可以在 isbani.com 上浏览到完整内容。在实际体验上，传说对决没有什么问题，崩坏3跟狂野飙车9在预设的画质上也都还能顺畅运行，在性能上也算是够用。而在续航表现上， Nokia 虽然仅搭载3500毫安时的电池，但受益于 SoC 跟原生系统，在实际测试下 PC Mark 的续航时间来到了13小时又16分钟，在续航力表现上确实相当优异。而若是需要及时补充电力，也可以透过18瓦快充进行回血。
APP， 怎么选择就看个人的使用习惯喽。影音娱乐部分 ，Nokia 搭载 6.18 寸 18.7:9 Full HD Plus Pure Display 显示器，萤幕屏占比则是来到了 86.5%， 并且支援 HDR 显示效果。不论是色彩的饱和、明暗细节呈现，或是显示器的通透跟亮度表现，在同价位来说，绝对是前段班表现。色域上则是来到 96% NTSC， 也是同价格带中少数支援 HDR 显示，在天生体质上可以说是相当优异。不过在音效体验上就稍微可惜，Nokia 8.1仅有单喇叭配置，在音量上虽然够大，音质上达到平均水准，但并没有特别突出。实测上，我们也提供跟不支援 HDR 显示效果的 Pocophone F1 显示器，播放 HDR 影片来比较有无支援 HDR 的差别。可以看到，在播放 HDR 影片时，因为不支援会产生画面很淡的感觉，在色彩还原差异上有无支援还是相当大的。不过回到一般使用场景，如果是播放一般影片， Nokia 8.1这块显示器也有更优异的色彩表现。透过以下的影片，一样可以看到 Nokia 8.1在影片中成功还原红色，不论在色域表现或色彩还原上都更加亮眼。相机也是 Nokia 8.1这次主打的功能之一，搭载蔡司认证的 f1.8 1200万画素主镜头，以及 f2.2 1300万画素，主要作为景深辅助运算的副镜头，并且支援 OIS 防手震。对焦技术上则是采用 2PD， 在操作界面上也保留了 Lumia 时期的影子。除了一样可以左右滑动切换模式外，轻轻将快门向上滑动，就可以进入专业模式，并且显示参数转盘。点选要调整的参数后，也可以直接上下滑动进行细微调整，在操作上还是相当直觉。以下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实拍样张。这次我们选择同价位区间中表现相当不错的 Pocophone F1 作为对照组。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，有了蔡司加持的 Nokia 在浮水印上也比较大胆了，比例上相对大了不少。回到样张来看， Pocophone F1 相对起 Nokia 8.1更广角，在画面感上也稍微更广阔一些。白平衡则是稍微偏暖，在肉眼中更偏向 Nokia 8.1一点，成功还原室内环境中的白平衡。而在 HDR 效果上拉到左侧暗部， Nokia 8.1的效果更强，不过同时遗失的细节也更多，整体表现并不算突出，两者相比之下也各有千秋。而在竞拍部分，两者差异不大，主要还是落在白平衡以及小米一贯的 AI 风格化。不过看到下一组样张， Nokia 8.1针对某些场景，在色彩饱和上也很吸睛。在色彩还原上， Nokia 8.1的表现则是比 Pocophone 更好一些。虽然在色彩上没有小米这么讨眼球，但色彩更接近肉眼所见。而在对着天空拍的大背光环境中，首先可以明显的看到 Nokia 8.1才是我们当天拍摄时的蓝天。放大来看， Nokia 在前景绿叶 HDR 效果上更优势，而在蓝天绿树的风景照上，小米的色彩饱和还是更讨眼球一些。小米 AI 优化过后，明暗光影变化在层次感上更鲜明。Nokia 8.1则是忠实还原了真实，以下几组样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。Nokia 8.1在还原上更接近真实， HDR 力度更强一些， Pocophone 则更讨人眼球。而在建筑物上，小米还是完美呈现了帮你在前几集已经介绍过，会帮建筑物自动调整明暗对比的小米 AI 建筑圣光模式。
Nokia 从手机巨擘一路跌跌撞撞，有时让人惊艳，有时却又无声无息。在今年动作频频的 Nokia， 则是以完全不同的品牌定位重新跟大家见面。Nokia 8.1在规格配置上，以同级价位来说，诚意十足，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710，配置4G 记忆体加64G 储存空间。在扩充方案上也提供大家更弹性的选择。系统部分，因为在 Android 上少了多年累积的经验，在了解自身状况下选择 Android One。除了保险，却也提供了相当不错且顺畅的使用者体验。虽然少了许多厂商自定的附加功能，但老实说，邦尼觉得在顺畅跟稳定上，甚至超越许多累积已久的品牌。不过 Android 在相对开放的生态系统下，要找到缺少可以取代的 APP， 其实也不难。对邦尼来说，差异存在，但影响不大。而在续航力则达到相当不错的成绩，一天一充没有问题。主打的相机部分，在同级价位中，日拍表现不错，但在夜拍上，普遍来说都有更好的表现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今年正在选择一款操作单纯、便宜好用的高 CP 值手机，Nokia 8.1值得考虑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Nokia 8.1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，你还想知道 Nokia 8.1的哪项功能，或想看的产品测试。对了，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，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